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一份，我觉得是很有分量的研究材料，来自分析师 Bowden，他在2025年春季整理完成的这本《以日为鉴》。嗯，这份材料啊，是他基于10多年案头研究的一个成果。感觉它不只是一份宏观经济报告那么简单，对，更像是一本挺独特的人生参稿书，或者说叫职业选择复盘录，可能更贴切。嗯，他非常深入地观察了日本，就是从泡沫经济破裂之后将近40年里吧，普通人在这种经济下行的大环境里，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又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确实，这个微观视角很难得。是的。一般我们看到关于日本的研究，很多都聚焦在国家政策呀、产业变迁呀这些比较宏大的叙事上。对，宏观的多。但这份材料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微观的个体，就是不同行业、不同职位，还有不同年龄段的这些人。看看他们在日本从所谓的增长型社会转向存量型社会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挣扎的，怎么去适应，最后又是怎么做决定的。这个转变过程对个体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没错，所以呢，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跟着这份材料，从咱们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去挖一挖日本社会在经历失业潮冲击、学历价值变化、老龄化加速等等这些挑战的时候出现的各种现象。比如材料里提到的返乡潮啊、考公热，还有什么临时工时代啃老族，甚至老后破产等等。这些词儿听着就很现实。是啊，并且试着去理解这些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希望能为您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考。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首先啊，材料里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引人注意，就是日本在泡沫破裂之后，经济不是长期停滞吗？对，所谓的失去的几十年。但是它却能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长期控制在5%以下，这个数字听起来相当了不起，对吧？乍一听是这样。但材料就指出来，这个所谓的成就背后其实付出了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确实是这样。90年代初，就是泡沫刚破裂那会儿，其实日本社会普遍还是怎么说呢，有点乐观，或者说没反应过来，觉得经济可能只是暂时调整一下，很快就会恢复。甚至那个时候，企业还在加大投资。哦，还在投资啊？对，比如那个设备投资额，从89年到91年，它其实还在增量。但是呢，转折点是1993年，那一年日本的 GDP 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同时失业率也突然一下从以前长期低于1%跳到了3%左右，一下子就醒了。对，这个时候大家才真正意识到，哇，问题好像很严重。然后呢，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稳定，也是为了维系日本企业文化里那种根深蒂固的终身雇佣的观念，就是说企业和员工要共度难关，企业不能轻易裁员，甚至还出现了像窗边族那种现象，就是把一些没什么贡献的老员工养起来。听过这个说法。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最终就选择了一条路，可以说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就业。这个代价听起来就很沉重，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听起来像个两难的选择。主要手段有2个吧。第一个是在企业层面搞所谓的合并重组，简单来说就是鼓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制那些还有盈利能力或者还能从银行贷到款的企业，去兼并收购那些亏损严重、快要破产的企业。啊，大吃小。对，目的很明确，就是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第2个手段呢，就是雇佣制度的改革，核心就是大力推广所谓的灵活公用，特别是合同工和派遣工。他们通过修改劳务派遣法这些法律，搞了一种叫做老人劳办法、新人新办法。怎么讲？也就是说，用牺牲新入职员工的就业稳定性福利待遇，来换取保住那些已经在企业里的老员工的工作岗位。哇，这个代价听起来就是转嫁给了年轻人。那么这种强力干预，整体的代价是什么呢？牺牲了什么？代价非常巨大，而且可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牺牲了经济本身的发展活力和效率。你想啊，大量本应该在市场竞争里被淘汰的企业，因为政府的救助和银行不停的输血，
就成了所谓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利润很低，甚至连贷款利息都还不起了，完全就是靠着银行继续贷款在苟延残喘，拖着。对，材料里提到一个数字，在最高峰的时候，这类企业可能占到了日本企业总数的差不多20%，直到今天也还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些企业就像是经济体里面的肿瘤一样，不断的消耗宝贵的资源，但是自己又不创造什么价值，严重拖累了整个市场的活力。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巨大的资源错配。你想想，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没有投向那些代表未来的新兴产业，没有投向科技研发，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这些半死不活的僵尸企业。有估算认为啊，银行体系为了救助这些企业，可能豁免了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天哪！这种做法最终肯定会引爆系统性的风险，它直接就导致了1998年的那场波及整个银行业的危机。当时像那个著名的住专危机，就是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大规模坏账的问题，就重创了整个银行体系。最后连当时日本的10大银行都没能幸免，全部被迫进行了痛苦的重组。对信心的打击肯定很大。是的，这一下子就打破了民众心里那种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神话，对整个社会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得更宏观一点，就能看到一个可能更令人痛心的后果。就是日本因为把精力都耗在救助这些旧企业上了，可能因此就错失了整个90年代全球科技浪潮的转型机遇。哦，这个怎么说？你想啊，90年代正是美国等国家在互联网、计算机、通信这些领域突飞猛进的时候，对的？对，硅谷崛起。但是那个时候，日本的企业在忙什么呢？忙着还债，忙着削减成本。政府和银行的资金呢，主要都用来救助那些困难企业了。这就导致了整个国家在研发上的投入急剧萎缩。材料里有数据，1993年的设备投资额比仅2年前就锐减了30%。30%？这么多？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日本曾经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被韩国给超越了。很多高科技产业都出现了令人，可以说是震惊的衰退。比如说东芝我知道，很厉害的。对，曾经是日本的骄傲啊，一度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最后呢，却沦为了日本最大的僵尸企业之一。这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听起来，为了眼前的这个所谓的稳定，日本经济付出了长远的活力和未来的机遇作为代价。但似乎还有一个更让人心痛的代价，就是您刚才稍微提到的，好像是牺牲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那些在所谓的就业冰河期，也就是大概从1993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毕业的大学生。没错，这正是这份材料着墨非常多的一个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或者叫就业冰河期世代。他们大部分人是出生在70年代的日本第2次婴儿潮，所以也被叫做团块次代。你想想，他们的成长背景是在日本经济最辉煌的80年代长大的，普遍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对未来肯定是充满了憧憬的。是啊，黄金时代嘛。但是命运弄人呐，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就撞上了日本失去的30年的开端。当时企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叫做雇佣过剩的问题。雇佣过剩？对。因为泡沫时期不是招聘了很多人嘛，经济一下行，人均产出和利润都大幅下滑。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因为那个终身雇佣制的传统，还有就是老员工们普遍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压力。材料里提到一个数字，当时日本家庭的平均负债是年收入的3倍多，很多房贷都还没还清。哇，3倍多！所以企业不敢，也不太能轻易裁撤这些老员工。那怎么办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大幅削减，甚至直接冻结校招招聘。材料里说，校招的岗位数量在短短2年之内就减少了一半。减了一半？那这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呀！政府当时有什么应对措施吗？政府初期呢，也尝试采取了一些可以说是延缓就业或者叫分流的措施。比如说，搞过一个乡村分流计划，
就是鼓励大学生去那些中小城市或者乡村工作，几年内确实也分流了几十万毕业生。同时呢，还大幅扩大了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希望把一部分人暂时先留在校园里面。当时据说国立大学毕业生读研究生的比例一度超过了60%。60%读研，但这感觉只是把问题往后拖了。对，本质上就是拖延。所以到了1996年前后，问题就集中爆发了。之前搞的那些乡村基建项目逐渐结束了，工作没了，加上扩招的那些研究生也开始毕业了。结果就是城市里面待业的大学生数量激增。材料说，那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一下子就跌到了65%左右，形势非常严峻。65%，在这种压力之下，改革就来了。但我听您的意思，好像改革的矛头又一次指向了这些年轻人。是的，这确实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的代价到底由谁来承担？1996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工人派遣法，这个修改实际上是为企业大规模的使用劳务派遣工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终身雇佣这个曾经让日本企业引以为傲的制度，基本上就和大学毕业生绝缘了。啊，就没了？基本上是临时工、派遣工的比例开始快速上升，从90年代初可能还不到20%，到了2003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32%。1/3都是临时工。而且这种派遣工作，它不仅仅是不稳定、待遇差，更关键的是转正的机会也非常渺茫。材料说，10年内能够成功转为正式员工的比例还不到1半。这么低？是啊，你想，企业既然可以随时换掉这些派遣工，那自然也就不愿意再投入成本去培养他们了。据说当时有超过40%的企业直接取消了针对新员工的培训预算，转而要求所谓的即战力。即战力？对，就是说你来了就得能干活，马上就能上手，而且对新人犯错误的容忍度也变得非常低。这直接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的早期离职率飙升，3年之内离职的比例高达30%。30%，3年内？对，而在泡沫经济时期，这个数字是低于7%的。这个对比太强烈了，真是太残酷了。那当时的社会舆论是怎么看待这批年轻人的呢？是同情吗？这可能是更让人感到难过的一点。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包括很多媒体，对这代年轻人的困境普遍是缺乏理解和同情的。反而，很多人认为是他们自己不够努力，眼高手低，甚至给他们贴上了垮掉的一代这样的标签。怎么会这样？这种来自社会的指责和不理解，无疑又加剧了他们自身的自我怀疑和巨大的心理压力。材料提到，在那段时间，日本年轻人的自杀率是显著上升的，就连当时的流行文化也能反映出这种心态的变化。哦，比如呢？比如电视剧，你可以对比一下80年代末像《东京爱情故事》那样的剧，它歌颂的是在大城市努力奋斗、追求梦想的主题，对吧？对，很经典。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像另一部很火的剧叫《悠长假期》，里面的主角就说的是这样的话：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吧。这种话就带着一种无奈和自我安慰的感觉了。心态完全变了。更不幸的是，雪上加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紧接着又是日本本土的金融危机，这导致企业破产保闭的浪潮更加汹涌。像当时日本4大公司卷之一的山一卷城，那么大的公司都破产了，上万名员工瞬间失业。山一卷城破产，我知道，当时影响很大。是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更没有人真正去关心了。就业率一度跌到了55%的历史最低点，他们就这样成了被时代牺牲和遗忘的一代人。真是听着让人心疼。那么后来呢？10几年、20几年过去了，日本经济也经历了一些缓慢的复苏。这批失落的一代，他们的人生轨迹有没有得到一些改善呢？很遗憾啊，材料显示，整体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当10多年后经济开始慢慢复苏的时候，这批70年代出生的冰河期时代，大多已经30-40岁了，他们早就错过了校园招聘的那个最佳时期。
而在社会招聘市场上呢，他们又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怎么说？就是论经验和资历吧，他们可能比不过那些经验更丰富的团块世代，也就是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他们退休之后又被企业返聘回来的。但是论年轻和成本吧，他们又比不过刚刚毕业、更年轻、要求也更低的新一代毕业生啊，夹在中间了。对，就成了这么一个被时代遗忘的夹心层。材料明确指出，他们的平均收入在所有不同年代的毕业生里面是最低的，比泡沫时期毕业的那些人低了大概有1/4，低1/4啊！而且他们的结婚率也是所有世代里最低的。现在呢，他们正逐渐步入中老年，但因为年轻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没什么积蓄，他们的养老问题现在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卫生部和人社部的那个机构，他们的官网上都有一个专门的页面，叫做就业冰河世代特别支援。官方都设专门页面了。对，这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是多么的长期和严重。听起来这代大学生的经历确实是令人唏嘘。那么除了他们之外，普通人的职业选择和生活轨迹是不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材料里提到了90年代有一个返乡就业潮，还有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漂流一族，这又是什么情况呢？是的，泡沫破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冲击了大学生，也深刻地改变了普通人的流动方向和职业选择。90年代初，随着大城市，特别是东京、大阪、名古屋这3大都市圈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求职的难度大幅增加。当时的数据是，求职的人数几乎是岗位数量的1.5倍，找工作太难了。对。同时呢，为了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也为了刺激地方经济，日本政府就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故乡创生计划，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乡村振兴。这个计划大致上可以分成2个阶段吧。哦，哪2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是90年代初到中期，主要是搞大规模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修路啊、建各种公共设施啊等等。这在短期内确实创造了大量的，特别是建筑业相关的岗位，这就吸引了很多人从大城市回流到那些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材料说，那几年每年大概有70万人是从都市圈前往非都市圈的。每年70万，这个规模不小。是的。然后到了第2阶段，大概是90年代中期以后，重点就转向了发展乡村旅游，鼓励民间资本去乡村投资建度假村啊、滑雪场啊、温泉旅馆啊这些休闲设施。这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也带动了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甚至一度让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城市家庭。农村比城里挣的还多？对，达到了1.26倍。这当然就进一步刺激了那个返乡潮。听起来好像一度看到了希望，但这种繁荣似乎没能持续下去。对，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所谓的乡村繁荣，它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支撑起来的，里面的泡沫成分其实很大。当9988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本土金融危机爆发，资金链一下子就断裂了，银行也开始破产，很多之前投巨资建的度假村项目就迅速倒闭了。啊，建了就倒了。对，同时呢，很多地方政府也因为前期搞基建、搞旅游过度投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材料提到，到1999年的时候，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是10年前的3倍。比如说，那个举办了1998年冬奥会的长野市，就因为建场馆什么的，背负了巨额债务，之后经历了非常漫长的经济低迷期，甚至当地有种说法叫长野的诅咒。还有这种说法啊？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地方财政危机，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大规模的市村村合并，被称为平成大合并。在短短的7、8年时间里，全国的市村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从3200多个减到了1700多个，减了一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量的乡镇以及的基层政府机构被撤销或者合并了。
自然大量的基层公务员岗位还有相关的服务性岗位也就随之消失了。那么那些曾经响应号召回到家乡参与建设的人们，可能刚刚稳定下来没几年，就又失去了工作。结果呢，他们又被迫再次离开家乡，重新涌向大城市去寻找机会。这种来来回回的迁徙，就造就了所谓的漂流一族吗？可以这么理解。这批人很多就是在乡村振兴的泡沫破灭之后失业，然后再次回到大城市的人。但他们回流的时候又非常不巧，正好赶上了2000年到2003年左右。那段时间被认为是比90年代的就业冰河期还要严峻的，叫超级就业冰河时期。比冰河期还惨。对，城市的就业市场可以说是一片惨淡，他们很难找到那种稳定的、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大多数人呢，只能从事像便利店的店员呢、快递员呢，或者工厂里的临时工啊，这样一些低薪而且极不稳定的派遣类工作。听起来就很漂泊。是的，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既没有办法真正在大城市扎下根来，买不起房，甚至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同时呢，他们也回不去那个可能已经凋敝了、不再需要他们的故乡了。他们的人生似乎就成了一种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不断的漂流、持续失去的状态。这种感觉好像在一些文艺作品里也能看到。对，材料里也提到了，可以对比一下不同时代的影视作品。比如说30年前那部经典的《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主角们虽然也有烦恼，但整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努力奋斗的，对吧？对，丽香和丸治。但是到了近些年，比如说像电影《花束般的爱情》，里面的男女主角最终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分开了，这就更能反映出当下年轻人那种漂泊不定、对未来缺乏信心的心态转变。时代的印记。这种职业的困境也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行业上，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材料提到，大概在2002年左右，日本政府为了缓解失业问题，大幅放宽了出租车行业的准入管制，门槛降低了。对，结果就是大量的失业人口一下子涌入了出租车这个行业，从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市场迅速就沙盒了。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司机们的收入暴跌。材料说，到了2009年，东京的出租车司机他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生存非常艰难。只有一半，这也太卷了。刚才我们谈到失落的一代经历了学历贬值，但材料似乎还一进一步指出，不只是大学学历、高学历的价值，甚至包括我们通常认为是很硬通货的理工科的知识和技能，它的价值本身也受到了冲击。这有点颠覆我的认知。是的，材料里面把这种现象称为学历烹焙，并且还把它跟中产烹焙、金融烹焙放在一起，并列为日本平成时代的3大烹焙。3大烹焙之一。对，首先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传统的有固定流程的校园招聘体系，基本上是瓦解了，参加校招的企业数量大幅减少了70%，这就迫使大学毕业生不得不直接进入社会招聘市场，去和那些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竞争。结果呢，就是他们的起薪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起薪还降了。然后1996年的时候，日本政府不是废除了那个有固定流程和时间限制的校招制度吗？本意可能是想给学生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它反而引起了更加激烈的所谓的就业军备竞赛。就业军备竞赛？对，就是学生们从大1、大2就开始疯狂的去实习，去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只为了在求职的时候能增加那么一点点的竞争力。但这种过度的竞争并没有真正提升他们的价值，反而可能进一步压低了整体的薪酬水平。同时呢，材料也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上级国民。上级国民指的就是那些依靠父母的人脉和资源，能够轻松进入大企业管理层或者获得好职位的2代。这种现象在经济下行的时期似乎变得更加凸显了，这无疑也加剧了普通年轻人的那种不公平感和挫败感。这可以理解。像那个很知名的动漫《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有一部叫《贝克街的亡灵》，里面其实就有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影射和批判。原来是这样。更糟糕的是，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那个劳务派遣制度进一步市场化，一些大型的人力中介机构甚至建立了一套
可以说是公开的劳务等级制度。他们会把求职者按照所谓的技能啊、经验啊，甚至仅仅是面试表现，就划分成3、6、9等，然后对应不同的时薪，还分等级。对，在这种体系下，学历的作用就被进一步削弱了。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可能因为缺乏所谓的实战经验，就被评定为比较低的等级，然后和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拿着差不多的微薄薪水。有一部日剧叫《派遣员的品格》，就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种派遣员工面临的残酷现实和等级差异。看过那部剧，确实是这样。而对学历价值的可以说是致命一击的，可能来自2005年的大学法人化改革。法人化改革，简单说，就是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把国立大学从政府机构剥离出来，要求他们自负盈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学的学费飙升，很多普通家庭一下子就难以承担了。学生们不得不依靠申请那种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平均每个学生的贷款额度达到了数百万日元。几百万日元贷款。是啊，但问题是，毕业之后因为就业困难、收入低迷，很多人根本就无力偿还这么高额的助学贷款，最终导致个人信用破产。毕业就背债还还不起。对，这种教育投入和毕业回报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得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声音就开始抬头了。越来越多的高中生选择放弃参加高考，直接进入社会工作。日本甚至出现了整体低学历化的趋势。材料提到一个最新的数据，2024年，日本参加高考的人数创下了近30年来的新低。30年新低，听起来大学学历确实是贬值的很厉害。那么再往上走呢？继续深造，去读硕士、读博士，这总能改变命运了吧？材料显示啊，情况可能更糟。更糟？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政府不是基于当时对科技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提出了那个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吗？还配套推出了大学院重点化和研究生倍增计划，目标是在10年内把硕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翻一番。计划初期招生规模确实是大幅扩张了，但很快就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就是过度扩张，尤其是一些私立大学，在政策的鼓励下，也纷纷开设了研究生课程。但很多学校它本身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师资和研究条件，这就导致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良莠不齐，供给严重过剩，水平下降了。对，其次呢就是教育质量下滑，师生比例严重失衡，很多导师可能同时带几十个学生，根本就没法进行有效的指导。而且不少学生去读研，也并不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而仅仅是把它看作找不到工作时候的一个避风港，或者叫就业缓冲。这是为了延缓就业。后来呢，政府也意识到问题了，试图通过引进竞争机制、强化评估这些手段，来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但这反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说各个大学为了争夺有限的研究经费，就大幅提高了毕业的门槛，这就导致延期毕业甚至退学的学生增多了。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变得更加紧张，甚至出现压榨学生劳动力的现象。有种说法叫主攻与家臣的关系。主攻与家臣。对，像那部著名的电视剧《白色巨塔》里面对大学医院内部那种权力斗争和等级关系有很深刻的描绘，可能也部分反映了这种现实。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初支撑这个扩招计划的那个科学立国战略本身，它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特别是在像半导体这些关键的领域，日本在和美国、韩国的竞争中是落败了，芯片战败了。对，这就导致当初扩招培养出来的大量的理工科硕博士人才，毕业之后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科研岗位来吸纳他们。再加上后来那些国立的科研机构也进行了法人化改革，面临经费削减和编制缩减，企业呢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削减了研发投入和招聘，结果就是大量的硕博士毕业生发现自己毕业即失业，博士也失业。对，或者只能找到薪水极低的临时性工作，比如说在大学里面做那种非正式的非常勤讲师，年收入可能还不到200万日元，生活非常困顿。200万日元，那是非常低了。是的，成了绝对贫困群体。有一位作家叫阿倍琼子，他在他的著作《高学历难民》里就记录了这些失落的精英的悲惨境遇。最终呢，这种惨淡的前景
就导致了所谓的博士原理现象，就是日本的年轻人攻读博士学位的意愿持续大幅下降。唉，真是没想到，连博士都这样了。那么，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些铁饭碗职业呢？比如说公务员、教师、医生，这些也受到了这么大的冲击吗？是的，可以说无一幸免。就拿公务员来说吧，他的职业声望简直是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变化。在泡沫经济最鼎盛的那个时期，因为企业里面的待遇实在太高了，相比之下薪水不高、工作又比较刻板的公务员，被认为是人生失败组才会去做的选择。以前是失败组。对，但是泡沫破裂之后，情况就完全反转了，因为企业大量裁员倒闭，稳定一下子就成了最大的优势。再加上90年代初，地方不是大搞基建吗？一些地方公务员的收入甚至一度还相当可观。于是乎，公务员突然就成了人人羡慕的神的职业，引发了持续很多年的考公热。这个可以理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90年代末日本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政府就开始大力推行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结果就是公务员也开始面临降薪、冻结编制，甚至裁员的压力。工作强度也因为人手减少而大大增加。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甚至被媒体戏称为霞关的抹布。霞关的抹布，这是什么意思？霞关是日本中央政府机构的聚集地，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像抹布一样被随意使唤，用完即弃，工作压力巨大。最终呢，公务员这个职业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了。到了近几年，报考的人数和录取的比例都创下了历史新低，热度也退了。那教师呢？教师群体怎么样？教师群体的情况可能更为坎坷。首先是面临一个生源消失的危机，因为当初对未来人口出生率的预测过于乐观了，培养了过多的教师。但实际上，日本后来经历了少子化的加速，新生儿数量是断崖式下跌，这就导致中小学的教师出现了严重的过剩，人太多了，没学生了。对，接着就是经历了大范围的裁员和缩编。同时呢，为了节省开支，教育系统也引入了市场化机制，大量的使用那种低薪而且不稳定的临时教师，教师的工作负担也越来越重。除了教学，还要承担大量的行政工作，还要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学生问题。但是，一旦出了问题，社会舆论又往往归咎于是教师管理不力，压力山大呀。是的，再加上后来教师的身份也进行了改革，不再是国家公务员了，待遇和保障也受到地方财政的影响，这就导致考核压力增大，薪资下降。最终，教师在日本成了一种典型的黑色职业。黑色职业？对，就是以工作时间超长、精神压力巨大、过劳和自杀风险高而闻名。唉，医生呢？医生总该好吧？老龄化社会，医生应该很抢手啊。医生群体在世纪之交前后，其实也经历了被称为医疗崩坏的黑暗10年。一方面，确实，日本老龄化进程加速，医疗需求是急剧增加的。但同时，政府基于错误的预测，长期严格控制医生的培养数量，这就导致医生严重短缺，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人手不够。对，但另一方面呢，为了控制不断飙升的国民医疗费用，政府又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医疗费用控制改革，比如说降低各种诊疗的报酬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就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也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后来又出台了一些针对医疗事故的惩罚性条例，更是让医生在职业中感到人人自危。为了规避风险，就倾向于采取保守治疗，恶性循环了。是的，这种种种压力，最终导致大批的医生，特别是像急诊、外科、妇产科这些高风险科室的医生，不堪重负，选择辞职或者转行。就连那些处于培训阶段的年轻医生，就是所谓的研修医，他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面临着低薪、高压、缺乏有效培养的问题，甚至还发生过老死的案例。这都是整个医疗体系困境的一个缩影。连医生都这样了，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它的理工科很强，制造业很厉害，这个优势也受到了动摇吗？这有点出乎意料。是的，材料里面用了理工科的背叛这样一个说法。背叛？在泡沫经济时期，因为金融、地产这些行业的光芒太耀眼了，理工科相对是受到了一些冷落。泡沫破裂之后呢，虽然日本的制造业整体依靠它的海外市场和技术优势，利润率是得以较快恢复的，但是本土的工程职群体却并没有普遍受益。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方面，很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生产基地甚至一部分研发环节都转移到了海外，这就导致了本土的高薪工程技术岗位减少了，产业转移了。对，但另一方面，70年代大学扩招不是遗留下来大量的工程师吗？再加上经济下行，导致整体需求萎缩，这就使得本土的工程师群体内部也陷入了严重的过剩和，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状态，面临着薪资停滞和高强度加班的压力。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崛起，日本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了优势，逐渐衰退甚至消失了，被替代了。是的，这就导致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工程师大量的失业，或者被迫转型去做服务业等其他工作。因此呢，对于理工科的学生和工程师来说，他们未来的职业前景就变得高度依赖于自己所说的具体的细分行业和技术领域了，选择变得至关重要。那种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在日本可能真的已经过去了。听完您刚才这一系列的分析，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这份来自以日为鉴的深入探讨，确实为我们揭示了，在日本经济停滞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下，那些宏大叙事背后，无数普通个体所经历的真实的挣扎、无奈的选择和最终的命运变迁。个体的故事往往更触动人。是啊，从当初为了保就业而付出的那么沉重的代价，到失落的一代大学生那种集体的迷茫和人生的困境，从人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那种艰难的漂流，再到学历、技能，甚至那些传统优势职业的价值都被重新定义和评估。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宏观的政策选择、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观念的变化是如何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的。对，宏观和微观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一切对我们今天的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份材料或许是在提醒我们，经济周期的波动、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来都不只是新闻报道里面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图表，它们会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教育选择、职业路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们整个人生的走向。的确如此，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几十年里所经历的很多挑战，比如说少子老龄化的加速啊，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啊，社会阶层固化的忧虑啊，还有年轻人心态的变化等等，这些并非是日本独有的现象。材料里面其实也提到，在其他一些经历过高速发展，如今也面临着新挑战的东亚经济体当中，也可能或多或少的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只是可能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有共性。对，因此呢，深入的去研究和理解这些现象，在日本它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演变的，以及它对不同群体的具体影响是什么，这对于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当下，思考我们可能面对的未来，无疑是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参照意义的。是的，最后呢，我们想把这份材料引发的一个思考留给您。在今天这个同样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当外部的环境发生了我们难以预料甚至是非常剧烈的变化的时候，作为我们个体应该如何努力地去寻找和建立属于自己的那份确定性呢？我们又该如何能够更有意识地去识别和做出那些在当下可能看起来很难，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更正确、更有利于我们穿越周期的选择呢？这或许是以日为鉴这份材料以及我们今天的探讨希望能带给您的超越信息本身的最大价值。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感谢您的收听。